我继续给我家宝宝讲刚才没有讲完的故事哦。蒙奇亲人是谁？多罗西询问。他们就是住在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。宝宝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有睡觉呀？睡不着吗？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哦，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这里有一本故事书，不如让我讲故事哄你睡觉吧，怎么样？可以的。上次我们讲到哪里了？讲完第一章吧。那这次我给你讲第二章好不好？等我的故事讲完了，我家宝宝也就睡着了呢。宝宝最乖啦。树上结满诱人的果实，目光所及之处，明媚鲜艳的花儿朵朵盛开，鸟儿拍打的奇异而绚烂的羽毛，在林间和桉树丛中婉转啼鸣。不远处有一条小溪，在绿茵茵的两岸间流淌，闪烁着粼粼波光，对长期生活在干枯灰暗大草原的多罗西欢快地低语着。多罗西站在门口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景象。就在这时，几个丁丁奇怪的人朝他走来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不像他平日常见的大人那么高大，但也不算矮小。事实上，他们看起来和多罗西差不多高。多罗西在同龄人中算个子高的了，不过从外貌上看，他们比他大很多，都穿着奇怪的服饰。他们头戴尖顶圆帽，帽子足有1尺高，帽檐四周结着小铃铛，走起路来叮当叮当的，很是动听。男人的帽子是蓝色的，小个子女人的帽子是白色的。他身穿白袍，上面却满小星星，在阳光下如钻石般炫目。男人身穿和帽子颜色一样的蓝衣，脚蹬锃亮的靴子，靴筒上穿着深蓝色的绑腿布。多罗西觉得这3个男人和亨利叔叔年纪相仿，而那个小个子女人的年纪显然要大很多。她满脸皱纹，头发几乎全白了。走进多罗西所站的房子门口时，这些人停下脚步，开始交头接耳，仿佛害怕继续往前走。但是那个小个子老婆婆走到多罗西身边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用动听的声音说道：“最最尊贵的女魔法师，欢迎您家里芒奇亲人的徒弟。我们非常感谢你杀死了东方恶女巫，解除了我们的奴隶。”多罗西听得一头雾水，小个子老婆婆称她为女魔法师，还说她杀死了东方恶女巫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她只是个普通的小姑娘啊，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。她只不过是被龙卷风从千里之外的家乡吹到了此处。小个子老婆婆显然期待着她回答些什么，于是多罗西犹犹豫豫地说道：“你是个友善的人，不过
只脚还露在外面呢。多罗西瞅了一眼，吓得惊叫了一声。果然，就在房子门梁一角的下方，露出了2只脚，脚上套着一双尖头的银鞋子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！哎呀，我的老天爷！惊慌失措的多罗西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房子把他压住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做，小个子老婆婆冷静地说道。她是谁？多罗西问。我说过了，她是东方河女巫。小个子老婆婆回答。她欺压芒奇情人许多年，日日夜夜把他们当奴隶去使。如今他们都自由了，对你的善行感激不尽。芒奇情人是谁？多罗西询问道。他们就是住在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，这里曾是河女巫的天下。你也是芒奇情人吗？多罗西问道。不，但我是他们的朋友。宝宝，我这样的姿势有一点累，我们换一个姿势跟你讲，好不好呀？好，现在呢，我继续给我家宝宝讲刚才没有讲完的故事哦。芒奇情人是谁？多罗西询问。他们就是住在这片东方土地上的人，这里曾是河女巫的天下。你也是芒奇情人吗？多罗西询问道。不，但我是他们的朋友，我住在北方。芒奇情人看见东方河女巫死了，就火速派信使通知了我。我闻讯立刻赶来了。我是北方女巫。哦，太神奇了！多罗西惊呼。你是真正的女巫吗？是的，北方女巫回答。我是个好女巫，人们都很爱我，只是我的法力还没有东方河女巫强大，否则我就能亲手解放他们了。我还以为所有的女巫都是坏蛋，多罗西说道。面对一个真正的女巫，她多少有点胆怯。哦，不是的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奥兹国一共有4个女巫，住在北方和南方的2个女巫是好女巫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住在东方和西方的2个女巫则是恶女巫，但现在你杀死了其中的一个。现在奥兹国只剩下1个恶女巫了，就是住在西方的那个。可是多罗西思考了一会儿，说道：艾玛婶婶跟我说过，世上的女巫在很早很早以前都死掉了。谁是艾玛婶婶？北方女巫问道。她是我的婶婶，住在森塔兹，我就是从那来的。北方女巫垂下脑袋看着地面，似乎在想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抬头说道：我不知道你说的地方在哪里，我从未听过这个国家，但是请你告诉我，那是个文明的国度吗？是的，多罗西回答。那我就明白了，我想在文明的国度中，并没有女巫，也没有男巫，也没有女魔法师和男魔法师。不过要知道，奥兹国并不是个文明的国度，因为我们从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打交道，所以我们这里还有巫师和魔法师。谁是魔法师？多罗西问道。奥兹就是个伟大的魔法师。北方女巫亚迪桑门悄声回答。他比我们所有人的法力都要强大，他住在翡翠城。多罗西还想问下去，
就在这时，那3个一直默默地站在旁边的芒奇金人大声尖叫起来，手指着恶女巫被压倒的地方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北方女巫问道。她朝那里看了一眼，反而哈哈大笑。原来，恶女巫的双脚完全消失了，只剩下那双银鞋子。她太老了，北方女巫解释道。太阳一晒地，她就蒸发了。这就是她的下场。银鞋子现在归你了，你可得穿好哦。她俯身捡起鞋子，抖落下面的灰尘，递给多萝西。东方恶女巫可宝贝她的银鞋子呢。芒奇金人说道：“这双鞋子有魔力，不过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魔力。”多萝西把银鞋子拿进屋里，放在桌子上，而后他又走出来，对芒奇金人说道：“我好想回家呀，回到叔叔和婶婶身边，他们一定很担心我的安危。你们能帮我找找回家的路吗？”芒奇金人和北方女巫先是面面相觑，而后看着多萝西，摇摇头。“北方是我的家园。”北方女巫说道，“但北方的边缘，饺子国的四周也全部都是大沙漠。亲爱的，恐怕你得和我们住在一起的。”多萝西闻言开始抽泣，和一群稀奇古怪的陌生人住在一起，让他觉得十分孤独。他的眼泪貌似打动了善良的芒奇金人，他们立即掏出手绢，也开始抹眼泪。北方女巫则摘下帽子，把帽顶放在笔尖上，帽子变成了一块石板，上面用白色的粉笔写着一行大字：“让多萝西去翡翠城。”北方女巫从鼻子上取下石板，念了一遍这行字，然后问道：“亲爱的，你是叫多萝西吗？”“是的。”多萝西抬起头，擦干眼泪，答道：“那你只有去翡翠城了，也许奥斯会帮助你。翡翠城在哪？”多萝西问道。“就在这个国家的中心，有奥兹同志。”“他是个好人吗？”多萝西急切地问道。“他是个好的魔法师，至于他是不是人，我可说不上来，因为我没见过他，路途遥远。”“我该怎么去翡翠城？”“你只能走过去，路途遥远，你要穿过一片土地，那片土地又是景色宜人，又是阴森可怖。不过我会用尽所有魔法护你平安前行。你能和我一起同行吗？”小姑娘恳求道。她已经把北方女巫当成唯一的朋友了。“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”北方女巫回答，“但是我会给你一个吻，没有人敢伤害被北方女巫吻过的人。”她走近多萝西，温柔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。多萝西事后才知道，被北方女巫嘴唇触碰的地方留下了一个闪亮的圆形印记。通往翡翠城的道路是黄砖铺成的，所以你不会迷路。等你进到奥兹的时候，别害怕，只需要把你的故事告诉他，请他帮助你。亲爱的，再见了。”北方女巫说道。3个芒奇金人向他深深的鞠躬，祝福他旅途愉快，随后就穿过树林离开了。北方女巫友好地朝多萝西点点头，用左脚跟转了3圈，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。多多见到很是吃惊，在他头后大声荒废。北方女巫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她一直害怕的不敢叫喊，但多萝西知